你敢掌握天庭海神？当务之急是对付路亚。天庭乃道祖所立，道友这般敌对天庭，莫非是要与道祖过不去？将死之人，废话太多。传说中，妖庭金乌石太子均为准圣，只差一线奇迹，便能成就圣人。我才成金仙，华傲天也未到大罗，实力太过悬殊，不能正面硬抗。冰水溯源，六合困阵。三足金乌属火，我这海神正好与之属性相克。以为这就能困住我？太阳真炎，金乌一族的本源神通，连大罗金仙的元神都能烧毁。请宝贝转身。糟了！世间兴衰，各行其路。路亚，勿要强逆天命。道祖红军竟然亲自出手，幸有道祖相护，否则今日之事难以善终。虽说道祖维护玉帝，却也并未计较陆压谋害玉帝化身的罪责，就放了陆压离开，总觉得这背后另有深意。你不能想完，紫霄神雷警告。天地间若大战再起，必将生灵涂炭。天庭今后当慎重行事。是。陛下，道祖要天庭今后慎重，这话是何意？当初龙凤麒麟震碎洪荒，道祖为护住洪荒天地，补全天道，将自身与天道融合，从此代表天道意志，监管众生，最为公允。道祖此言，只为提点天庭行事，并无他意。道祖是否也因以身合天道，才未能与同时代的盘古一般，成就混元大道之境？盘古自混沌中开天辟地，天道由此而生。道祖虽失了与盘古比肩修为境界的契机，但代表天道，又为当今六圣之师，自是非凡。六圣皆为道祖弟子，却不尽相同。西方二圣为难天庭，幸而天庭背后有六圣中实力最强的太清圣人庇护。这是何物？此乃思维导图，小神思索事物时，便靠此物整理思绪。爱卿总有这些巧思。六圣中，人教太清圣人派出化身太上老君驻于兜率宫，为支持天庭之意。阐教圣人元始天尊，截教圣人通天教主，虽与太清圣人同为道门三圣，却对天庭不甚亲近。西方二圣已在收龙之事上，处处与天庭作对。圣母女娲常年闭门圣母宫，立场不明。而阐教副教主冉登，显然是助西方教敌对天庭之人。
此次配合金蝉进攻东海龙宫的修罗族，也必然听命于西方教。长庚爱卿，你认为修罗族为什么会听命于西方教？小神也不知。目前六道府与修罗族战事吃紧，西方教如果没有在此战中相助修罗族，那必定是从其他方面入了手。你此番让修罗族损失惨重，合作怕是要破裂了吧？我手上还有能让修罗族继续听命于我的宝物，不劳冉登副教主费心。况且我以为，比起修罗族，你会更关心突然现身的陆压。陆压乃妖庭太子，与道门无冤无仇，我何须烦恼？倒是天庭，本就根基不稳，如今陆压公然敌对，咱们这位玉帝陛下可如何是好啊？既然天庭形同虚设，那不如……西方教竟是拉拢了深海妖族与修罗族，就以重创龙族。若西方教能拉拢妖庭太子陆压，更可借陆压之手号令妖庭百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果然，我一现身，西方教就迫不及待找我联手。妖族气运微薄如那西山日暮，妖庭太子，你定然心有不甘吧？日有暮去朝来时，天命所归何处，尚未可知。西方教愿助太子，耀日换乾坤，重铸妖庭，入主洪荒。昊天，有这么多人想要你的命，你这玉帝之位也坐不长久。我们走着瞧。陆压存活一日，妖庭余孽亡无天庭之心，一日不死，必将掀起无端战火。大能之战，动辄翻天覆地，若战事爆发，萧琼峰必受牵连。而今道祖勒令天庭谨慎行事，不可再起争端。杀陆压之重任，唯有交托长庚爱卿，务必秘密诛灭叛贼，复安社稷。特书此诏父亲，月后即焚。月后即焚？诏书都不留下啊！万一我杀陆压不成，反被他杀了，天庭只怕都不会承认我是奉诏行事。一个惊仙去杀准圣，李长寿，你可以改名李妖寿了。冷静，不慌，要除掉陆压，得先对付他的法宝——斩仙飞刀。斩仙飞刀是物理攻击技能，但钉头七剑书却是诅咒技能，隔空便能将赵公明那样的准圣咒死。若想解决他，只有找到他的克星——落宝铜钱。此宝本是人皇大禹确立俗世买卖之事时打造的钱币，后因天道降下大量功德，使它有了大威能，可落除先天至宝和兵器以外一切的宝物。要寻得此宝，需拜访人皇大禹。前方便是火云洞，历代人皇隐居修炼之处。居然设置了进洞密码，还得破解藏在里面的卦象。
上隐下潜，是火在天上之卦。人皇用此卦做密码，似乎暗藏玄机。晚辈长庚现为天庭海神，特来拜会本族先皇。海神既是东周人族，为何以纸人行事？是不信人族，还是不信你身后的天庭？太清圣人为我遮掩根脚，还能被他看穿我来自东周？这人是谁？晚辈实力低微，不敢以真身行走洪荒。你是海神，我这却是湖泽之地，你我并非同路人。他是觉得我被天庭用官职收买，变成出卖人族的奸贼，不配为人。江河聚雨露，百川终归海。做海神才能更好地为天下百姓服务。我问你3个问题，若答错或撒谎，我亲自去东周取你性命。澎湃的杀意锁定了我。第1个问题，你乃天庭重臣，若天庭对人族降下灾祸，你当如何？怎么回事？我没有法力了。妖皇陛下，让老天爷听一听雨吧。9年大雨，粮食颗粒无收，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妖皇？难道我回到了妖庭执掌天地的时候？老伯，小心！小伙子，别浪费力气，人是跑不过洪水，跑不过天的。附近没有修筑河堤吗？9年来，河堤塌了又建，建了又塌，都是天意呀。这些人怎么不逃？在挖什么？是了，绝山泄洪，排水入海。老伯，人无法决定天灾，但能以人力度灾祸。你看，他们都在和天搏命。胜天，是我们胜了。率领人族开山治水13年，敢问前辈，可是大禹陛下？我已非人皇，不过山中所里翁。幻境解除，妖庭借天道之力施伐人族，你认为人该不该与天争？当争。既如此，你何敢弃人而归天？因时制宜，争议有道。何意？妖庭暴虐，人族要争生路，必得举兵伐之。但当今天庭大兴人族，人族要争的是长久，天人合一才是长久之道。
天人合一。哼，天道无常，何以合起来？这第一个考验，我好像是通过了。第二个问题，假如你与你夫人有了分歧，是该隐忍让步，还是就此断情？夫人，话题跳得这么快吗？啊！人皇大禹的夫人涂山皇后，也是涂山狐族的首领。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的是人族与狐族，或者与百族的关系处理。师兄，咱们被青丘狐族包围了。我青丘仙祖乃圣母宫上仙，外戚涂山氏是人皇大禹的皇后，你们竟敢私自囚禁我族功德狐女，速速将她交出来，否则我们便请圣母女娲、涂山皇后来主持公道。功德狐女是那狐妖小兰，当初我假扮成师傅，与九巫师叔打杀了一伙食人精气的妖怪。小兰就是他们的大姐，因她身怀祖传功德，不可斩杀，至今仍镇压在门内。这才是第二问的真正考验。若我加剧人族与狐族的矛盾，只怕要引来圣母娘娘、涂山皇后、人皇大禹的3重围杀。师妹看好师傅，切勿走出隔绝阵。收到。臭老头，你害我妹妹们的时候多威风呀！不出口恶气，我可不会离开渡仙门。季掌门，你看着办了。你威胁我们？奴家可不敢。但青丘狐族敢不敢，那就不一定了。道友心中恶气来自何处？你未约束姊妹作恶，导致他们业障缠身，此事你可认？我是有错，但杀了他们的人是……你姊妹都已洗清业障转生，来世重回正途修行，可算善果。倒也有理。不对，你们还关了我这么多年。闭关思过乃是修行常事，你真正怨恨的是深夜漫漫，你独处其中，没了身旁小妖阿谀奉承，没了世俗繁华之景。道友，可是如此？所以我恨的不是你们。是寂寞。我真的寂寞吗？师兄，我一点也不寂寞。去抄文字经3000遍。和平调解完人狐矛盾，第二个问题也算有了答案。凡事以和为贵，一族不稳，族族不稳。是谈判促和，还是妥协求和？你自当清楚。不妙，这次打得悬了。第3个问题，倘若大劫将至，人族当如何求生？大禹前辈何来此问？你上天庭的真正目的，不就是为了土地大劫吗？你能避劫，天下凡人却不能。你可知大劫到来，
人族会如何？自古以来，每次大劫都会毁灭当代最为兴盛的族群。龙凤麒麟大劫，远古3大族几近灭绝；巫妖大劫，巫妖2族一蹶不振。而今人族大兴，若大劫来临，仙人尚且九死一生，那些手无寸铁的凡人，天下人陷于水火，唯你独善其身。长庚，这是你想要的吗？不，我想活命，也想更多人能活下去。可我还是太弱了，竭力谋划100年，也才刚刚触及天庭的门槛。在圣人，在天道面前，我始终都是蝼蚁。兄长们曾说，人字一撇一捺，撇是羸弱之躯，那是铮铮傲骨。天不与光，遂仁兄钻木取火，妖绝人路，伏羲兄自古虔诚。瘟疫祸乱，神农兄尝百草著医书，武纵强敌，轩辕兄举剑伐之。吾等便是人族之薪火，薪火不息，人族不灭。星火以火燎原。若拿到落宝铜钱，除掉陆压，他与封神大劫关联的情节必然会改变。有了变数，就有了生机。晚辈现下正追杀一个足以影响大劫的人，一旦事成，大劫来临时，人族或可出现求生之机。只是要杀此人，晚辈还需寻到一件法宝。这一问，你回答得很好。伏羲兄早已算到你前来之事，你所求法宝尚未出世，他为你卜了一卦，将卦象留在洞口。你可凭此卦寻觅法宝降世之处。人皇伏羲，据说他知天术，明占卜，还是圣母女娲兄长的转生人身。他竟然早就算到我在找落宝铜钱，洞口的卦象难道就是上离下乾，是我在天上之卦？我势破天，正如落宝铜钱破大劫。大禹前辈的3问，除了判断我这个海神对于人族的立场，更想指引我看清落宝铜钱对于人族的意义。长庚，你在天庭亦是前路艰难，里面是我从前的治水之物，许能助你治理四海。切记，你是人族，亦是星火。晚辈铭记于心，多谢大禹前辈。西坊教利用妖庭百族多次，我凭何信你？一个法宝，一段机缘。二师尊推演出太子的未来，将因一个法宝而产生变数。如今此宝将到出世之时。